大家好，我做了一款 MMD 专用的快速保存图片小工具。你是不是有过这种烦恼？有时候只想导出单独的图片当做海报或封面，有时候忘记了是哪个帧保存的，而不断去查看帧。MMD 没有保存图片的快捷键，这时候我就产生了想节省手动保存的想法，就制作了这个小工具。这是软件的界面，它的主要特点有：真实模拟按键保存图片，可配置快捷按键绑定，可配置自定义文件名称、图片文件类型和导出路径，以及额外的图片压缩处理，可设置连续帧范围、多个图片保存、程序多语言界面切换。为什么会说真实模拟按键呢？因为 MMD 是基于 DirectX 渲染的窗口，只接受硬件级输入。MMD 只有在跳帧或触发一次刷新，画面内容才会刷新，保存的图片才会不同。它没办法在后台或者内存导出图片的，只能用这种折中方案啦，相当于按键红吧。这个就看你们的需求了。如果你也跟我一样有这个需求，可以尝试下看看。下面我来演示下。下载好工具后，会发现有 X32 和 X64 文件夹，这是因为 MMD 程序有32位和64位区分，要选择相对应的版本。如何得知自己的 MMD 是哪个平台呢？在系统任务栏中按下鼠标右键，点击任务管理器，点击详细信息，在列标题右键点击选择列，找到平台勾选，就会出现平台选项了。往下找到 Miku Dance 的进程，就会看到对应哪个平台了。我这里是同时开启2个 MD 作为演示。知道自己的 MMD 程序位数后，就去打开对应的文件夹。这里我以64位为例，直接双击运行 MD Frameshot Save exe 程序即可。默认是 English 语言，在右上角选择 Language， 可以切换到你熟悉的语言。这里分辨率和帧数是要打开 MMD 本体才能识别的，如果是出现没有数值和读取失败也不要紧，这只是作为参考，只是导出图片不会包含帧号。下面我会打开一个项目作为演示，推荐把软件窗口放在右侧，右侧有个置顶按钮，初次启动程序默认是自动置顶，蓝色常亮状态，可以手动点击按钮取消置顶。第一步，请先在设置标签页中调整配置，文件名前缀可以自己命名，文件类型默认是 PNG 格式。点击浏览按钮可以选择导出路径，也可以把路径复制粘贴到地址栏里。这里保存等待时间是每次保存后的等待延迟，建议设置5000 ms 以上，因为 MMD 保存图片较慢，可根据你的机器运行速度适度调整。这里当保存成功后，会自动打开导出的文件夹，这个看喜好勾选，还可以自定义快捷键，只支持 Alt+Shift 字母、每功能键等。注意不要和 MMD 菜单栏已有的快捷键冲突，如果有冲突，可更换其他按键，比如我按下 F9， 然后点击打勾按钮，就成功注册热键了。不过快捷键有 BUG， 大家尽量使用下方的保存按钮吧。还附上了小提示内容，可以从这里查看帮助。然后是图片压缩，这里是可以同时压缩图片的设定，因为原始图片较大，如果有需求可以开启图片压缩，基本上看名称就很好理解了，可以填写自定义后缀名。还有转换格式，输出路径也可以自定义设置，想输出在原目录就勾选原目录。然后图片压缩质量这块 ，JPG、YPAVF 压缩质量通常在1100区间，数值越小压缩越小，但画质也会损失，一般建议设置75-95区间。PNG 压缩级别也类似，最大压缩级别为9，数值越小压缩越小。开启图片尺寸，可调整图像大小，以 px 像素为单位，数值分别是宽度和高度，例如 1920x1080。设置好后，我们回到开始，这里有2个选项，我们先试试仅单帧保存，只是仅保存一张图片，点击保存按钮，程序就会自动操作了，我们不用手动操作了哦。可以看到原始图片和压缩图片都导出了。顺便说一下，程序开始保存进行中，
会自动将系统输入法切换到英文输入法。如果没有切换，请自己将输入法切换到英文键盘状态。如果是 Windows 系统，在右下角输入法键盘点击切换到英国键盘或美国键盘，确保输入法是英文键盘，这样保存就不会有干扰误触了。当然，如果你运行能保存成功，那就不必管它了。然后是连续帧，这是可以设定起始帧到结束帧范围的帧设定。先点击十字按钮，将光标移动到帧操作方框内定位，会显示 X 和 Y 的坐标值，然后再输入需要连续截取的帧数，按下保存，就会自动进行了。可以看到提高了效率。当然，我们想停止保存，可以点击暂停按钮，可强行终止任务。我们去看下路径是否导出了图片，可以看到完整导出图片了。另外有个额外配置，如果在保存中运行操作感觉稍快或稍慢，可以自行编辑 HK 脚本，根据需要修改 zip 这段代码的数值即可。打开 Script 文件夹，这里有2个 HK 脚本 ，Single C 是用于单帧脚本 ，Frame C 是用于连续帧的脚本。用文本编辑器打开 HK 脚本，我为每个代码都写上了注释，自行调整 zip 的数值即可。比如这里我想修改为 AES， 保存下文件，打开 AutoHotkey 文件夹，打开 HK-exe 程序，把 HK 文件拖进编译即可。或者也可以双击运行 Batch Compile， 就会自动编译。不可更改文件名，否则程序无法读取到脚本。这个小工具的教程大概就是这样了，不知大家有看懂吗？希望对你们会有帮助。如果有条件，欢迎帮忙测试。最后要感谢 ChatGPT 和 GitHub Copilot 协助我完成代码编写。感谢大家的观看 ，Thank you for watching。